迎收看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关心，当习近平把张幼霞给处理掉之后，他的政权到底稳不稳？今天一本新书给了我们一些独特的想法跟看法。这本新书叫做《中国模式的终点》，它的作者是他，叫做黄雅生，他是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教授，而且他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之外，他甚至还在世界银行当顾问，他是一个非常了解中国的人。他怎么形容？他说，中国习近平为什么他的权力可以这么的稳，是因为他延续的是1700年中国的科举制度，而且不管你的科技变得再新，它总是会有延续这一种新科技的这种科举制度的方法，能够让习近平保护他自己。这套制度非常的完美，但是完美总是会有个大破绽，就是经济。如果当你今天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它会由下而上，整个崩解掉。好，那我们再看到最近《华尔街日报》它抛出一个新闻，他说中国多地政府下调 GDP 的增长目标。他说有20个省份原本已经公布出来的哦，结果还有13个省份它下调下来了，甚至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前奏，他会把所有的下调或增长的目标全部都拿出来。好，如果真的是像他这样讲，那不就跟这本书讲的一样吗？3月份底牌就要来掀开了。那这3月份是不是就是习近平他看到中国经济崩溃，他所谓中国模式的终点呢？而且也是习近平最危险的时刻呢？所以松哥，我这样终于懂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张幼霞会被马上处理掉？当今年3月份底牌真的掀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就在这个时候。对，如果这时候没有那么好，有人从底下要去处理它的话，他可是要好好去防范的。对，没错。事实上，对习近平来说的话，2026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明年2027年是中国准备要换届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说，今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坏消息出来，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下调今年 GDP 的增长目标，所以看起来的话，他们一直说，我们今年经济要保五，但是看起来目标没办法达成。目标没办法达成之后，经济在走下坡的时候，民众反对声量会起来嘛？对。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先处理掉张幼霞，就把潜在会威胁我的政敌先把它处理掉。处理掉之后，那当然可以确保我是高枕无忧嘛，这样一个状况。不论好，就算是经济再糟，我也能够因为党内没有我还是稳的。对，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本书叫做《中国模式的终点》。那中国模式的终点里面来说，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的院长叫做这个黄雅生，他提出了一个观念。我们之前不是大家都说啊，中国会崩溃。但为什么中国都没有崩溃？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共产党虽然说中国共产党是外来的政党，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的崩溃的方式？苏联不是就崩了吗？那共产党在全世界都运行不下去，为什么中国可以？他就说，因为共产党是把这个过去的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带带过来。但是他真正的统治，他是用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就中国不是有以前在考试吗？选了很多文官吗？那文官那些人呢，变成是真正统治的这个所谓中国的，不是共产主义，是中国过去的科举制度的这个状况。对，所以说科举制度这一项状况来说的话，变成是让中国稳定。那为什么改革开放会成功呢？就是因为暂时的松绑了思想的这个钳制，所以就成功。但是现在是习近平呢？越来越紧嘛，他把那个机制再缩回来了。对，缩回来。譬如说我们讲明朝有说念八股文，他现在又重新来这一套，把你的思想钳制住。钳制住的话，官场就会稳定，官场稳定的话，国家就会比较稳定，对不对？那尤其是现在有所谓的数位科举，什么叫数位科举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监视器啊，我以前可能怕你官员会造反，没有，我现在有很多资料可以收集啊。张幼霞，我很多资料在收集你，我随时扳倒你。而且现在什么网络很发达，对，没错。然后结果他形容是什么？这一套习近平他也知道，对，他还搞了一套叫什么？叫做数位的威权。对，没错。好，就是类似像欧威尔式的这个机制。对，欧威尔式就是有所谓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啊，那老大哥当然就是习近平。对，因为他有这个监视系统，有非常多的这个系统可以完全看着你，所以让他的权威更加的壮大。好，不过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这个状况，就是说。赵伟，你要知道，你要什么这个监控，你要这个搞这么多官员，你需要钱啊。
那问题是，这都花很多钱，花很多钱的时候，万一中国经济崩溃的时候，你这套体系就有可能会瓦解。对，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中国模式会走到终点，就是因为你的经济走不下去的时候，你没办法支撑这一套文官体系，还有所谓的数位监控的时候，你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有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这个停滞不前的这个状态。而且钟哥，你刚刚讲的黄雅生有时候说，现在习近平就是靠这种中国式的科举1300年流传下来，他真的是有在干哦。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上海的浦东干部学院。这就是现代版的科举制度。对，没错。好，我们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做考公务员嘛。那公务员来说，我们也要去公务机关去受训。他们这个超级美的，他们都很漂亮，豪宅了。他们这每一个这个受训中心，你看这是上海浦东的干部学院，看起来真的很像别墅啊，很像度假村的感觉，对不对？那度假村你看它有这个占地42英亩啦，然后风景如画，湖泊啦，美丽的森林、网球场、健身厅、演讲厅一应俱全啊。等一下，这是度假村吗？你不要骗我。很多人都以为说是个乡村俱乐部，但是没有。你看它里面来说，真的是公务员在这边上课。好，就是说你假设你考上了中国公务员的时候，你要每年要接受133个小时的这个培训，到这个地方来培训。好，那你要培训来说话，那你要培训什么东西呢？赵尔，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这个过去的在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有2套系统，什么系统呢？它就有一个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就是说呢，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就是你学的是党。那你进入的是党的体系，好，那另外一个是国家的这个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就是你学的是政府的机构，你怎么去办公，怎么去那个。但问题是，习近平上来之后，2018年之后他就说，哎，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中央党校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给它合并变成是怎样？未来没有什么国家行政学院，全部都变成党校了。对，所以他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公务人员在上课在上什么课吗？他们有在上课，他们在摇他的5星旗。他们在上什么？上红军的思想，上习近平学习思想。这哪是什么训练？所以我就说嘛，你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读书的人才，但你进到这个学院里面之后，你就被受训了。对，被受训成我就被洗了。对，被洗了。这个，然后你就乖乖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体制。那你在这个体制里面，当然不会出事啊。对，就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主要的这个3大干部是在浦东、这个井冈山还有延安。你看这3个地方，你就知道说，这都是跟共产党有非常重要3个发迹的这个地方嘛，哈，就是这个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嘛，井冈山是他们打的这个开始起义的地方嘛，那延安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长征的终点嘛，哈，所以呢这3个地方，那你想说，过去一段时间呢，已经很久没有再开这个所谓新的干部学院，但是在18大之后，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们又开始增加了。然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来说的话，红色干部学院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过40所。所以就说，习近平对于这个思想的钳制是越来越严格的一个状况，他抓的越来越紧了，而且开1所不够，再开40所。对，好，那我们就讲，那这个黄雅生里面写的书来说啊，他对比一个人叫做朱元璋。对，事实上我们来仔细来看看，习近平跟朱元璋还有那几分神似。为什么？朱元璋最有名的就是什么？打贪腐，对不对？他上台之后呢，不是就是因为过去元朝就是因为太多贪腐，然后他就打贪腐。打贪腐的话，哇，他也杀了非常多官员，他很狠的，对，他杀官员，连那种肉都可以直接割掉的，他杀官员啊，然后杀这个将军一大堆，哦，那跟习近平也蛮像哈。那么在讲，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说，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朱元璋来说的话，他说，如果你只要贪腐60两，就要被砍头，对，然后他们皮肤会被缝到这个办公椅上面，然后作为未来坐这个位置上面的主人一个警告哦。你想哦，你坐这个椅子上面可能过去有张兆和的皮肤，你想都吓死了，对不对？然后就说所谓的切肤之痛就是这样看过来的哈。然后我就跟他讲，实际上就是朱元璋对贪腐非常的讨厌嘛。对。那另外一个，你看他的反贪腐运动的时候，他处决了10多万人，然后包括说官僚还有他的家人。然后在这个朱元璋造反的时候，就辅佐他的64个大臣，有28个被处死。哎，这是他的这个心腹大臣。你当时你能够上来，是因为我们对64人有28人被处死，对，1个人自杀，2人被剥夺了官衔，对，那种既视感呢？对，过去他的军队，你们觉得，哎，那你这个跟这个习近平一起上来的张幼霞被处理掉，还有那么多官员都被处理，那不是一样吗？对。然后甚至还有他这个其余的人，他们的儿子也受到惩罚，这样一个状况。虽然都惩罚非常多，好，那还有说，就像史达林恐怖时期一样，明朝官员每天都会向早上出门的时候跟妻子 say goodbye， 然后搞不好我今天就挂了，哈，晚上回来又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被杀掉一个状况，就很开心，哈。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就是
真正的这个所谓的一直不断的杀到剩下官僚体制。对，那官僚体制来说就是很乖的人嘛，你都没有，我就讲，我都把那些有能力能够挑战我都杀光光，下面就是那些官。那些官有可能会有人反抗我吗？不可能，你们连威胁都没有办法威胁，你每天都吓死了。所以这就是朱元璋为什么最后明朝能够统治在一个那么大的皇权，就是周边的人被我砍光光，只剩下下面的这个科举制度。好，那他说朱元璋对科举制度还有一些想法，为什么？因为在1397年的时候，那时候的科举制度里面有52个上榜都来自中国南方。那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明朝刚建立的时候，北方都在战乱，南方是很富庶，所以他们比较会读书，那很正常啊。结果他就说，科举官你有偏袒的这个状况，然后就下令找这个锦衣卫去调查。锦衣卫就说没有啊，这个看的这个卷的确是如此，结果没想到，你看他把这些所谓的阅卷人都把他斩掉了，20个人，人家就已经跟你讲说没有，对，真的没有作弊贪污什么。他说没有，你一定是20个人头就不见了，好，不见了的话，然后后来他自己看，然后后来变成61个人都是来自北方。对，那这个事件就是叫做南北考卷的这个榜案哈。那你这个跟说真的，他讲的这些故事都跟这种现在的既视感很像啊。习近平要是对你不满意的时候，随时也会把你砍头啊。他现在也是希望用所谓比例制度。比如说像农业落后的这个省份的考生面临比较高的这个录取分数等等一种状况，所以它也是类似有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而且那朱元璋当时他要收集官员的资讯要用什么？锦衣卫，然后后来有东厂西厂。现在习近平呢？更容易啦，对不对？他现在根本是还有很多什么王小红，对，搞不好张兆和每天在家里面干什么事，我都非常清楚啊。不是我还可以看得到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中国能够从这个发明这个所谓科举制度隋朝到现在为止来说，很多王朝都能够建立200-300年很稳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制度里面有一些 bug。什么 bug 呢？第一个，一般人都认为说中国的文化是什么集体主义，他说没有。他都是极端的这个个人主义。什么叫极端个人主义？因为很简单嘛，我在考试的时候，你是我的竞争者，赵和我们两个在同一届考生，你是榜首，我就是榜眼啊。对，那我们两个已经互相竞争啊。对，所以那我们互相合作是什么时候互相合作？作弊嘛。所以就这样，所以我们两个都是这个。我跟你讲，事实上中国的很多游戏里面都是这样，都是个人的极端主义。你看，我举个例子，像欧美很喜欢打桥牌，对不对？对，桥牌是怎样？2个人互相合作。对，中国人喜欢打麻将，打麻将也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就很多无形之中让你就是你一直个人主义的一个状况。好，那你一直个人主义的这个状况之下来说的话，如果他说会有一个问题哦，会让中国养成一种习惯，就是遇到问题会先怪自己不够努力。对。比如说，我们都是我的错，我就是笨，对，要再加油，我要再起来，对，然后他就不会怪说什么是社会的制度的问题，对。但是欧美人不一定啊，欧美人就觉得说，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啊，我有没有病啊，对，我有没有病？然后所以有那种反抗心态，你看这个法国大革命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他们没有去怀疑说你提出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对的，对，他只会说都是我的错，对，没错，对吧？他们不会去怪这个制度，为什么？因为这个制度就已经把你框死了嘛。你就是在这个制度之下，所以你不会反抗这个制度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说，即使你看这个之前不是有爆发什么茉莉花革命，那为什么在中国不会？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来说的话，缺乏组织力量嘛，大家都是个体呀，这个大家都很怕死啊！你要把你去吗？那个张兆和你去领导好了，我们不要领导，不要会被杀头的，所以大家都不要嘛。对，那你要控制这个所谓体制来说，你要耗能嘛。我就讲，你要控制住张兆和或者这些官员，那你要有一个什么？要什么？你要社会监控啊，对，你要监控舆论啊，打压这个所谓聚会啊，那这些花很多成本你维稳要很多成本，所以你看，中国不是说有大概8%到10%左右的这个GDP 都是用在维稳的费用上面，这个是不是花费？这个是外面的世界不会花到钱，但是你这是浪费掉在这里面。对，再加上中你这几年不是这个习近平一直在搞什么高铁啊，然后一大堆亏，然后什么基础建设一大堆亏，这些都会变成是拖累你的，然后你的产业政策发展也不对，所以这会变成怎样？经济慢慢的处在一个下滑局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钱去维稳的时候，你这套体制就可能会崩掉。那你想说中国经济会不会下滑？你这边又来那边这个危言耸听，这不是我们讲了，这《华尔街日报》中国多地的政府下调今年的 GDP 目标。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年在这个人大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数据过来嘛。他们统计是这样，你各省缴交出来一个数据，那我们来统计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嘛，就不像现在听说各省都要把它往下调。现在是什么？有20个已经公布的是公布出来，13个已经说我要下调。没错。这里面重点2个，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浙江。
广东来说，就本来就是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火车头嘛，还有浙江。事实上，现在对这个中国来说的话，有一些现象我们必须要正视。第一个，这个1月26号在深圳的南山市的时候，有一个衣橱衣柜公司叫索菲亚，他们发生了维权事件。为什么很多人到那个地方维权？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装修公司你怎么跑路了？那我们现在很多钱，包括说业主啦，或者包括说像这个供应商，完全都没有拿到钱，全都被卷走了。这么多人上来讨钱了，对，员工来抗议。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局面？因为我跟他讲，因为现在深圳经济也不好，经济不好的话，所以他们有一个制度，什么制度嘛？就说这样子的。如果假设有民众跟你买的时候呢，你就给他一些补贴，对，那这个部分由我们这个市政府来给你，所以这叫做国补哈。对，那就没想到。我已经承诺啦 ，OK 啊，这个张兆和来跟我这个说要这个所谓的这个修理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补贴了，给他补贴15%，那照理说我可以跟政府拿，结果政府钱没下来，没有啦，那我不就给税，所以我就断链，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要去申请国补，就是这样就断链哈，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连深圳市政府原本的这个能够给你的钱，他也给不出来了吧？哈，另外第二，深圳现在真的是逃开莫雷修，为什么？因为深圳市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那就是万科。他们透过这个中国的这个深圳地铁去投资嘛，就没想现在万科的这个老板呐，这个所谓郁亮他不见了，那不见了，大家觉得奇怪啊？你看，深圳地铁那时候是用书写的方式，结果这个人现在失联了。对了，给他几百亿人民币啊，就没想到现在人不见了。那看起来的话，深圳地铁可能也会被这个所谓这个万科所拖累。好，那我就讲，那这就是几个现象。好，接下来还有什么现象呢？我们就讲还有一个浙金暴雷公司。我们之前不是讲浙金吗？对，浙金这个暴雷的时候，不是牵扯到200多亿人民币吗？那很多民众都需要去这个拿钱啊。好，那我跟他讲，我们刚才不是说中国的维稳体制，它怎么维稳呢？你看很多受害者就说，我们被纳入所谓的一对一帮扶体系，什么意思呢？就假设今天你张兆和你是个受害者，对，我就出现一个，我世聪啊，我今天是来帮你的啊。那我帮你的时候，那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讲，对，这样子。那事实上，我是真的来帮你吗？不是，我是来监督你的。监督我。譬如说，如果你要维稳，你要维权，你想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跟，对，我就会跟着你，我就会跟通报，然后甚至阻止你不要去这样的状况。那所以我就说，你看，他们说出门买菜会有人跟踪，就是我跟踪。然后网络发生会有警察上门来谈话，然后半夜还会有人敲门。那情节严重还会出现拘留，这个收纳手机，就是你反正你不行了，你想要做什么，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暴雷，我就跟你讲，你被暴雷了，你一定很想去这个冰斗嘛。这是我的钱啊。对，你一定很想冰斗，但是我要监视你，因为监视你什么？你会不会乱搞？对，或者说你会不会去串联？所以他们才说，为什么我什么想法的时候，警方就上门？那就是因为我去告密嘛。不是，这很病态。我们刚刚看到深圳到浙江这个地方这么重要一些都市都已经没有钱了，是没错，没有钱可以还出来。对，结果你还要花钱去盯梢。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会冰斗啊。我就跟你讲，所以你还要花钱去搞这些人。对，比如说他们很多人去这个维权，那你警方是不是要出动？对，那你要搜证，你要抓，那你警方那些都是费用嘛，哈。所以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一本书《中国模式的终点》是那个味道，那个讯号已经出来了。那只要很简单，就是万一中国政府的经济撑不住的时候，我没办法有那么多费用去维稳的状况之下，这个体制就有可能会有崩掉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体制还能够维持多久。不过就这样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开始下滑之后，习近平一定会面临到更大的压力。滚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什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出大问题之后，它对于它的体制影响非常大。那里面中国一大堆的蛀虫在搞一些微博。你看到这个人哦，隋广义，他厉害。他长得很像那种很古代有仙人的感觉，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超级会诈骗，竟然骗了5000亿台币。结果怎么样？他说他的投资法叫做禅意投资法。观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就觉得骗笑那我扣你，我们都觉得不太可能，他竟然可以骗到这么多的钱。结果你说，关键根本不是禅意投资法，而是你只要今天把爱国2个字拿了出来，全部人的现金是双手奉上的。所以你只要包装一个伟大民族复兴、传播中华文化，我爱国为国家发展，就可以骗到钱。现在是深圳的法院真的是起诉这个人，起诉他隋广义他的集团竟然骗了1320亿人民币，5000多亿台币，花了10年的时间，现在正式起诉他。现在连中国自己嘲笑，深圳本来没有成为戏骨，反而成为骗股。那他这个人怎么玩出这一套？你知道吗？他就是来自一个东北的农民工，其实也没什么文化，自称是北斗7星将士。实
是天降大任的神人，我自己讲都不好意思，然后把他自己包装像一个道士，对还有一个道号叫万明子，万明子，然后号称自己当过市长，没有办法查证哦。然后他弃官从商，然后还悟出一个道理，叫做中华文化要崛起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发明一个禅学投资法，利用《易经》跟《道德经》，你要读好这2个经，你就可以观测到天地人三者的互动，从利空实心，知道金融市场要准确变化。他的信徒有到这么多，真的有人去信他的这一套。哎，你要包装哦，你要包装什么？你要包装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伟大的，这个民族即将复兴了。所以重点是什么？你要读《道德经》。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在什么邪教哦，他们真的在列读中国古代的文化跟传统，读《道德经》跟《易经》，是认真的在读对，这样就可以让所有人相信说，我的内心相信这一套是真的。把《道德经》读好，《易经》读好，你就会在股市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会发大财了。念《道德经》跟《易经》可以发大财，所以他很会哦，他是不断的办所谓的晨会，早上就要办读书年会、投资人千人大会，最后网络直播公开宣传，然后万人大会。你看2023年包深圳湾的体育馆，这么多人，这是这是1-2万体育馆呢，1-2万，1-2万人，然后开始去讲他的禅意投资法，大家一起背所谓的《道德经》跟《易经》。这么多人，当你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你会不觉得说，伟大民族会复兴的。对，旭日即将东升，东升西降这件事情，尤其在中国，习主席不断的去宣传东升西降，伟大民族必将复兴的时候，对，不知不觉都相信了，而且他还当上深圳金融科技协会，因为你只要有钱开始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容易各种的官员官位，你就可以拿得到了嘛，所以大家就相信了。接下来开始卖什么东西？卖投资商品，简单讲还是在诈骗嘛，什么6个月、12个月的商品，到240个月，这个是20年嘛，你收益可以36%到1倍。你投了之后6个月可以拿到这么多报酬率，当然是盘式骗局嘛，就是拿别人的钱再来给你收益嘛。拿东墙去补西墙的最低年化36%，你还真的信？然后结果他穿的这样，穿西装打领带，在上面讲的跟什么一样？真的大家都信了。他讲的都是我们为投资这些钱，就是为了建设中国，为了国家，为了整个民族复兴在努力哦。他是很厉害的哦，他把整个东方美好的愿景都包装在里面哦。当然最后是庞氏骗局嘛，一个骗一个，不然你怎么有这么多报酬率给嘛？你看他讲什么？我不是为了自己，我不是为了钱哦，我都中国动画文化都包装出来了，厉害。当中国急需要证明说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样，急需证明中国文化是强盛的，这一套是在中国有用啊，甚至他还用钱去收买一些落魄跟失意的政客，真真假假，这时候你就分不清楚了。他在2017年在深圳湾体育中心，就是我说的2万人的，办他2017年鼎一峰的年会，因为他收购一家香港的仙股公司，就是0.5元的公司，一收购还涨了几十倍，然后有钱之后开始搞什么？把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落魄的人，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首相，还有法国总统萨科齐，这些人全部都替他站台，而且他很厉害耶。这就是真真假假。当你看到有这么多总理跟总统站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是真的？你会不会爱国心爆棚？你看陆克文啊，演讲哦，讲他都是他是请到真人来，你说视讯那也就算。真人都来了，所以我今天要讲，就是今天深圳地院要起诉这些人的时候，起诉那个学广义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些人也起诉？因为能够骗这么多钱，5000多亿台币，他们是不是帮凶？他们是不是从犯？也是没有他们站台，怎么可以骗到人家鸠山由纪夫？这些落魄跟失意的政客没有地方混，为了钱。然后再去包装，真真假假都分不清楚啊！他就去包装什么阿拉伯谢赫费尔萨亲王，阿拉伯我访问过很多驻中东外交官啊，阿拉伯国家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亲王最多，酋长也随便一个亲王都可以，随便拉一把啊！你前面有总理，后面有说亲王要投资3000亿美金啊，认购数千亿的鼎一峰集团的债券。你看了这边，你说会不会相信这边是真的？然后中国伟大要去建设啊，你看他要来香港啊，要来参访啊，
这些真真假假就骗得到钱了嘛。甚至连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都能够拿来包装，他就发明一个才1.3公分的小金字塔啊。你武汉肺炎的时候，新冠肺炎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指甲剪进去，然后再把你的生辰八字剪进去，然后把它打开哦，打开摆在长白山，因为他老家在长白山，对，他收了一个烂尾楼，本来要开发观光景点嘛，烂尾楼烂掉之后，把它接手改成金字塔。把刚刚的东西都放到这个金字塔里面去，他盖了好多金字塔，因为那是一个大型烂尾楼项目，他真的是也算蛮天才的。然后你把他金字塔放在那里，你就祈福了。1.3公分这么小的东西，你这么大的金字塔，你可以放几个？一个卖多少钱？你知道吗？3万人民币。3万，这么小一个3万人民币，你在线上买大概是10几万嘞。对，300块在淘宝就可以买到，甚至连区块链的时候。数位货币开始红的时候，他也来发明一个叫 DDO 的数字期权，然后如果你买10年就可以增值20倍，然后他还找了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他有数据报告了，因为这些东西有资产的，他总共资产是9000多亿人民币，然后8956亿是他的水广义的书跟管理系统，他摆明了就骗人。你把第3条看完之后，他的资产怎么会值那么多？但是他还是骗钱了，最后。还是被抓了嘛？抓了之后，中国自己的报纸《星岛日报》他们自己的媒体就是讲说他是怎么骗到钱的。这就是大家要警惕的地方，就是编织中国文化、民族复兴的故事，连办公室要摆所谓的中国文化，你把它看完。还有什么？他说这个所谓东升西降是2021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政治概念，结果他把政治概念吸收完之后。他把它用在这公司跟他的资产，甚至他的诈骗上面手法，结果他完完全全都是因为习近平他的灵感满满的，对，就是利用他在塑造这个所谓的中国整个，然后所以骗大家就一直骗他，等到他被起诉被抓的时候，到现在还在骗，因为很多人被骗嘛，现在还在骗。所以他的业务经理就有证券日报去的时候，他业务经理因为他被骗了，如果有人还告诉他，你只要拉一个人，就可以再骗100个人嘛，对，所以就一个一个骗下。可是这就代表整个中国社会，因为你在塑造一个梦幻，以至于下面到处都是骗人的人。或者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如果经济差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会翻脸的。就中国人现在先翻脸了，为了什么事情？足球怎么可以输日本了？被剃光头，4-0完封，气到把电视直接丢起来，踹他。是在这个中日对峙情势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足球先开打中日大战。本来他们都心里想说，这一次一定要剃掉小日本啊，帮我们国家报仇，结果竟然被剃光头。对。气到直接都砸，电视都砸了不为过，他竟然还踩上去，就气到整个人都不行啊！这是在开打之前，每个人都说2-0啊，双为对，然后2-0、4-0，大家都是信心满满，觉得一定会赢啊，甚至都觉得这是我们史上这个23U 表现最好的时刻。看到U23有没有？他那时候什么计划有变，准备夺冠，是不是？剃光头了 ，GG 了，没了。而且下面本来话讲的多狠，你知道吗？他用日本2战投降的照片，说什么比赛第一没有友谊，今晚要不然踢成冠军，要不然就刺死冠军，踢死冠军，太荒谬了吧！杀气腾腾的，杀气腾腾。结果这一场比赛，说一句实在话，这是他们史上最好的成绩。你输了冠军，但是你也夺得亚军，但是那口气吞不下，就没有想到几天之后，竟然发生什么事？竟然这个国家的公安部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召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你想说出了什么大事？对，就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说，我们从2022年开始针对整个中足的一个弊案查到现在，我们决定要开闸。把这一个13个球队，就是里面有打假球啦、贪污啦，然后收钱这一些球队跟球员，全部都斩真的假？所以中国的国足或者是中国的男足，他们最会的不是踢球，最会是搞钱、打假球。你现在画面看到这个李铁，哇，李铁这个人是谁啊？他有那个足球先生之称呢。他可是以前打过英超的，他甚至踢过世界杯的，就没有想到他是在整个弊案产业、中国这个足球产业弊案里面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啊！光他个人收到的钱超过5000万。然后整个产业里面行贿的金额高达1.2亿，所以换句话说，他一个人就吃掉一半。你看他有多贪。
然后呢，这个整个刚不讲到13个球队吗？哇，里面啊，从球员、裁判，甚至连这一个他们相关主球队的这些，全部都有在里面哦。不是，这不就跟那个功夫足球一样吗？少林足球一样吗？对，裁判跟球证都我的人啊，都我的人，真的，中国都是他的人呢。所以星爷其实也是个预言家，早就预言很好了。结果你看哦，终身禁足不能踢球，43个人，禁足5年，17个人，从球队到球员，从高层到基层。中国的足球全面沦陷的，而且你要知道，足球是习近平最爱的，你怎么可以去侮辱那个习近平？他最爱踢足球了，所以这真的要砍，而且砍掉，这下手还蛮重的，全部加起来啊，这一些人啊，十几，刚提到11扣，每个都判10年、20年的，分得很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李铁啊，他犯刑现在长达10年，他从2015年就开始捞了，我的老天啊！原来2015年他退下来之后，他先去哪里？华夏当了这个教练，从华夏当教练之后，这个太离谱了。我跟你讲，他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华夏在那一年哦，哇，几场比赛里面一直输啊，几个球队8、9个球队里面，他竟然排名第6，输到不行。最后你知道，只是那9场赛，结果他开始起了邪念，他就跟球队说：“我跟你讲，这样啦，我们要上演一个奇迹，你给我一笔钱，我来把其他的那些人全部都打通。”结果剩下的8场赛，他全部都是8连胜。8连胜。他8连胜，把这个第6名的这一个球队竟然挺进变成第1名。不是，当初以为是什么冲超的奇迹，觉得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现在都是假的。后来发现，哇，李铁真的有超能力，这个超能力是钞票的钞啊，全部那个花了1400万打通其他的球队。结果你看，2009，我跟你讲，这是最扯。后来他就。那个调撸波撸多，你知道吗？本来都是地方队，他现在直攻哪里？哦，国家足球队，国家队的主帅。我跟你讲，他唯一一次拿钱给人家，我刚刚不是讲他总共那个自己捞了5000多万吗？他唯一一次拿钱给人家，是拿钱给怎么样？拿钱拜托人家让他进去国家足球队，去当时足球队的这个主教练啊，就把这个100万给谁啊？给这个足球队的秘书长刘毅啊。所以后来啊，他真的是变成这个国家足球队的变成主帅了。而且我跟你讲，他们不忘兄弟，他到了主帅之后，他竟然跑去把那个之前左耳的说，我跟你讲，你再给我钱，我把左耳的几个队员几个踢足球的我们的选手，把他带到国家队去。但是刚刚不是讲吗？你这根本之前那个夺地方的冠军，也都是用钱撒的，本身的球员表现不怎么样，不管就这样子，结果那一些3流、4流、5流的这些队球员。真的就跟他进入国家队，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就这样一路挺进来，所以难怪中国国足这么烂，这么鸟，习近平都生气。而且我跟你讲，球员根本不能用。就到最后，你知道，到最后你还是要见真章的。为什么？因为你变成国家队，国家队是什么？你要代表中国去踢跟世界各国比赛的，所以就发生了那个惨案。什么惨案呢？到了2021年就开始变成世界杯的亚洲前12强大赛。天哪，输个腾口，你知道，输到真的是不能看哦。结果他竟然完全没有在管这个战绩。你知道他之前的32分钟他在干嘛吗？他全部在拍他自己个人代言的产品。哇塞，你不是主帅吗？对，当着自己粉丝团经营。他是教练，结果他完全不管他的球员表现如何，他就抛他自己自己穿着李宁的鞋子啦，自己穿着个健力宝的衣服啦，我喝着什么哪里的茶啦，全部都是他代言，他发了几10个贴文。都是他的代言，然后甚至夸张到什么地步吗？人家这个足球赛的比赛的主要赞助商是 Nike， 他把 Nike 给盖掉，然后弄成他自己李宁的衣服，所以后来整件事情炸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习近平怒了，才把这一些人全部一网打尽。廷伟，我们知道现在中东的乱局，到底美国要不要去打伊朗或者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件事情，现在美国真的把一些不管是中国，不管是俄国。甚至伊朗势力全部都拔除。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在哪里？这在叙利亚。所以你看，俄罗斯它真的撤军了。现在目前俄罗斯都陆陆续续撤掉了，特别是在哪里？特别是在叙利亚的那个东北方，有一个库德族所占据的地方哦。对。那这些库德族的这个叛军呢，
叫做叙利亚民主力量呢，基本上也失去了控制领土的能力了，现在也跟政府军来这个归顺了哈，所以现在的确俄罗斯的这个能力有限哦，还是撤掉。不过被发现到最近他的确用了美国在部署这个波斯湾这个地方来准备对付伊朗的时候，他也偷偷的去协助伊朗。你知道他现在被查到了，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的米28N1的战斗直升机呢，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被运到了伊朗这个德黑兰这个地方。但问题是，这个直升机上面没有螺旋桨啊，那个螺旋桨还没有装上去啊。那要怎么用？对，不晓得，因为他可能目前来讲，先提供这些战斗直升机，看是不是要运输这个阿兵哥，或者是说作为所谓攻击美国的相关的这个武器哦。但问题是这些东西到位之后，竟然这个螺旋桨还没有装上去，显然说现在来讲可能还是慢半拍哦。不过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在雷达上面也看到了，就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载运着伊朗政府官员的相关的这个民航机呢，从德黑兰起飞之后就往莫斯科飞去，到底是不是有些公务人员已经潜逃到莫斯科去，或者是说这个到底哈米尼有没有在这个飞机之上，不知道。但是看起来就是伊朗内部来讲的话，在美国现在围攻之下，显然很多公务员都已经非常紧张了，开始撤离这个地方。但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在部署这个中东来讲的话，其实要回过头来看一下美国部署这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来讲的话，现在的一个副总统罗格里格斯不是已经继任总统了吗？对，那这时候，川普不是说要帮他卖那3000万桶到5000万桶的石油吗？满满的钱。对，然后入来的钱来讲的话，未来要怎么去投资这个重建这个委内瑞拉？不过现在呢，其实这个罗德里格斯开始有一些抱怨了哈。他在某些场合演讲的时候说够了，这个华盛顿对这个委内瑞拉的政治人物的命令已经够了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说他已经非常配合美国的一个做法了。对。但是现在美国要求更多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包含像现在这些所谓的石化产业石油产业来讲的话，委内瑞拉它通过立法，这个立法来讲的话，要让这些外国资本这个企业，就是美国企业能够在投资他们的石油方面来讲的话，更加这个所谓的顺利，或者是更加的简便。所以庭辉老师，他已经是完全，虽然说他就是说美国施压我，但是他绿灯已经开了，之前不是绑得非常紧，他这是说外资你要怎么搞，我都没有意见了。对，但现在没有意见的情况之下，美国其实要求更多，他希望你能够简便所谓的核发证照，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取得油田取得相关的这个，而且它不是只有取得这个石化产业的原有而已它还要包含所谓的制裁权的部分包含销售、出口、储存、提炼等等之类的，全部从中游、上下游全部都要。对，就是美国来讲的话，它是很贪心的，它全部都要，所以它不是只有，所以现在委内瑞拉它基本上也蛮难过的原因是说，因为现在要配合川普然后配合这个美国政府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最近来讲的话，这对川普来讲，可能在这个所谓的糖果主义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就是巴拿马运河。因为巴拿马运河现在那个李嘉诚的两家那个管理港口的那个公司呢，被巴拿马的最高法院判定给他是违宪的，所以显然川普在整个西半球能够掌控，现在也趁着这个时间把中国的势力赶出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